Meta 第一方游戏工作室制作的首款克3独占游戏《蝙蝠侠：阿卡姆之影》VR， 也是在前2天的夏日游戏节花了点广告费啊。相比去年在 TGA 播片的《阿斯加德之怒2》的籍籍无名和无人问津，这次当大屏幕上出现 VR 和 Only 克3的时候，人群中的反应变成了不解、诧异，甚至有点小愤怒。平面游戏玩家完全无法接受阿卡姆系列10年后再出续作居然需要 VR 才能玩，这也正是蝙蝠侠：阿卡姆之影 VR 首款先导预告片出来之后，被玩家们疯狂在油管视频下点踩的原因。不过似乎 Meta 自己对这款游戏很有信心，他们称蝙蝠侠：阿卡姆之影会在各个层面上成为一款开创性的 VR 游戏。游戏把克3性能表现推向了极致，让玩家沉浸在一个完整的有故事驱动的主线战役中。VR 玩家将使用阿卡姆系列游戏中标志性的钩枪，穿越细节丰富的高弹式，然后悄无声息地滑翔到毫无防备的敌人身后进行进攻。目前 Meta 很有节奏的在铺陈蝙蝠侠：阿卡姆之影的宣传节奏啊。虽然前2个预告都 CG， 但是紧接在8月的科隆游戏展，他们就会放出全新的实际游玩预告。这样的宣发步调很有去年《阿斯加德之怒2》发售前的感觉。那么蝙蝠侠：阿卡姆之影也能如愿成为像《阿斯加德之怒2》那样的口碑佳作吗？关键在于蝙蝠侠：阿卡姆之影能不能找到阿卡姆之前几部的精髓所在，一个是游戏的剧情演绎，还有就怎么在 VR 里还原旋转腾挪般的自由战斗。据悉，蝙蝠侠：阿卡姆之影的内容时长会接近阿卡姆飞人院，蝙蝠侠的配音仍然由罗杰·克雷格·史密斯担任，同时由华纳和 DC 指定了故事脉络和主要的出场反派，因为他们需要确保 VR 版不仅得让人感觉是一个主线的阿卡姆故事，而且还能与漫画相吻合。游戏背景设定在阿卡姆起源和阿卡姆疯人院的时间线之间，高谭市受到了神秘鼠王和他的邪教信徒的威胁，戈登局长和哈维·登特都被绑架，并将在1周内被处决。VR 玩家除了扮演蝙蝠侠再一次现身化解危机外，在游戏剧中还将会体验到稻草人、小丑女等标志性角色的起源。开发团队 Camouflage 表示，到年底正式发售的时候，他们总共用了接近4年的时间来开发。这一切还要从2021年初说起，那会儿他们刚刚在 PSVR 上发售了漫威钢铁侠 VR， 而彼时已经花钱找华纳和 DC 拿下授权的 Meta 看中了他们的表现，就把这个工作任务交给了他们。这个开发时间周期跟阿斯加德之怒2差不多，但是阿斯加德之怒2可以向下兼容克2，为什么阿卡姆之影不行呢？原因在于蝙蝠侠是黑夜里的超级英雄，基本上游戏场景都是霓虹深夜为主，如果没有很好的照明效果和实时动态阴影，就失去了神韵。因此开发团队 Camouflage 的创始人瑞恩·佩顿在项目接手一开始就定了要求，如果蝙蝠侠：阿卡姆之影不能实现在 VR 一机上的动态阴影，那么就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所以在头2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在克2上面忍受着低帧数继续开发，并没有因为跑不动而对图形效果进行对克2的向下优化，直到后来拿到克3的开发机，他们才得以全速前进。那到现在呢，无论是 VR 玩家扮演的蝙蝠侠还是敌人以及游戏环境内，都有了充分的实时阴影。而在这期间，他们还腾出了点时间，把一开始说的 Only PSVR 的漫威钢铁侠 VR 移植到了克2上面，所以蝙蝠侠 VR 的项目是远远早于钢铁侠 VR 一体机版的移植的。但是最难的课题是如何达到阿卡姆系列那样自如的战斗。大家要知道，现在你在漫威蜘蛛侠里看到那种闪转腾挪、以一敌多的旋转盘式的战斗机制开创者，就是来自阿卡姆的系列游戏。很多老玩家都曾开玩笑的表示，阿卡姆的战斗之流畅是他们玩过这辈子最好的音游。所以如何在 VR 游戏中以第一人称的机制完成这种流畅的动作，是整个游戏开发过程中最大的挑战。那瑞恩·佩顿表示，团队从2款经典的 VR 游戏里找到了灵感，分别是节奏关键和 Super Hot。他们巧妙地将前者的韵律节奏感和后者只占时间般的慢放效果结合起来，这样就造就了蝙蝠侠第一视角战斗时的猛烈系打击和闪避格挡之间会有一种快速和慢速的节奏交错，从而能够让 VR 玩家在可靠机制下完成在敌人群中的动态流转。当然，阿卡姆系列游戏除了酣畅淋漓的战斗，还有隐身前行和侦探调查。瑞恩·佩顿强调，蝙蝠侠：阿卡姆之影的地图布局是具有垂直感。VR 玩家可以利用标志性的钩枪在楼顶之间穿梭，也可以从制高点瞬间滑入目标建筑，展开斗篷踢倒敌人。这些画面虽然在平面游戏里都是司空见惯，但显然当你用 VR 第一视角扮演的时候都会与众不同。就像刺客信条 VR 里最让人喜欢的就是从高处跃下，掏出手中的袖剑将敌人瞬间致命的快感。其他类似于蝙蝠镖、爆炸凝胶等经典的蝙蝠侠小道具也都会出现在游戏中，比如用烟雾弹躲避视线，投掷蝙蝠镖保持战斗的连击，
总之，开发团队在各方面都很努力，忠实的还原一款阿卡姆 IP 游戏该有的感觉。不过努力归努力，游戏品质到底怎样，还是要看实际表现。目前看来 ，Meta 是把蝙蝠侠阿卡姆之影当做推销克雷3S 的宣传利器，再来一次类似阿斯加德之怒2和克雷3的捆绑销售的买机送游戏，也不是没有可能。最后就咱们循着蝙蝠侠阿卡姆之影的开发进程，可以推断，或许圣安地列斯 VR 迟迟出不来，就是当初宣布太早了，有可能在克制处上根本开发不出来，后面就算端出来了，大概率也是克雷3的独占。去年的进击的巨人 VR 也是直接跳票一整年，到了今年年底。这种跳票不是什么 bug 要求，大概率游戏核心部分就是相当于要重做。不过对于 VR 的机游戏来说，我认为是跳票或者搁置不是什么坏事，毕竟好饭不怕晚，总比匆匆忙忙端上来一坨屎要来得好。OK，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的 VR 成熟，是陪着 VR 成熟的另外找个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加入玩家交流社群频道。最后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转发3连。那么下期视频再见。